汉政和2年，公元前91年夏，在酷热的未央宫里，皇后卫子夫和皇太子刘据却宛如置身冰窖。因为在眼前，酷吏江充正带着检察部门的人一间房子接着一间的搜查，甚至掀翻了皇后的床，砸开地板，凿出地基，只为了能挖出扳倒太子的证物，诅咒小人。一场以太子为核心的超越半年前刚发生的巫蛊事件，最终造成太子、皇后、酷吏、军队、长安京官、检察部门、李氏集团全部覆灭，前后株连高达10万人的巫蛊之火正式爆发了。汉武帝17岁登基，从公元前140年开始执掌帝国，一直到公元前87年以71岁离世。他在龙庭里稳稳当当地度过了55个春秋。在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汉武帝就像是一个异常兴奋的公牛，一项接着一项的实现着自己的宏图伟业。他开疆拓土，击匈奴，通西域，求宝马；他修正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改革官制，收相权，设刺史，削藩王；他主持经济改革，专管盐铁，调整货币，平准军书；他开展大基建项目，习民屯边，修理淮河，修建长城，建河西走廊郡县。他军事改革，设立羽林军、七门军，又设置8校尉，还开设高级将领骑兵战术培训班，并亲自担任主任，杰出学生代表是霍去病。此外，他还泰山封禅，改正朔，议服色，建太学，兴六艺，定历法，定音律，等等等等。伟大的工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消耗。从大汉往前看，人们努力回忆历史，能够想起来上一个如此大刀阔斧、大拆大建的帝王是始皇帝。因此，元丰元年，汉武帝追随始皇帝的步伐，到达泰山，跟秦始皇一样，祭天封禅，意味着自己功业已定，上告苍天。但是，一个模子刻不出2种皇帝，事物总有两面性。一个秦朝能折腾的皇帝和一个汉朝能折腾的皇帝，其治下的社会总是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在汉武帝元丰年间的时候，大汉已经出现了动荡的迹象。由于赋税和吸血太过严重，元丰4年的时候，关东地区破产的流民达到了200万人口，朝堂公卿束手无策。由于法令过于严苛，全国各地都滋生了各种的盗贼，大的几千人，小的上百人，在河南、山东、北京、河北等地都有攻陷监狱、杀死长官的事情。由于多年以来集中天下民力财力打大仗，整个汉帝国的基层出现了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的恶性现象，而老百姓呢，又有天下虚耗、人富相食的可怕局面。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心中有数的。早在卫青还没去世的时候，有一次，皇后卫子夫担忧自己色衰爱弛，担忧太子地位不保，便让弟弟大将军卫青去探一探皇帝的口风。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给卫青说，汉家制度草创，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再加上匈奴四夷还在虎视眈眈，我不大力改革创新制度，恐怕后世没有可依赖的路径，我不征讨四方，恐怕后世国土不安。但是我这样毕竟是大力出奇迹，后辈如果还像我一样大干硬上，那就是亡秦之计，早晚民众会揭竿而起。所以回去告诉太子，太子敦重好静，能休养生息，是守成之主，是个好的接班人，必能安定天下，让他别瞎想了。可见在汉武帝身体和脑袋还很清醒的年代，武帝对太子刘据是很满意、很放心的。这种满意和放心表现在当卫青这个最大的靠山去世之后，武帝没有任何废弃皇后和罢黜太子的意思，表现在当太子每次劝止皇帝不要再征讨蛮夷，给皇帝找不痛快的时候，汉武帝总是呵呵一笑，说打仗这种脏活累活，我们这一代人都替你干完了，把安逸的事情留给你，不也挺好吗？表现在汉武帝每次外出办事的时候，首都里面大小政务全部交付给太子，后宫诸事全部交付给皇后卫子夫，即便在具体工作上有不同的看法，武帝往往都会同意，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因此，此时的太子刘据是稳坐东宫的。他是皇长子，他是武帝最爱的女人的孩子，他是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是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的表兄弟。他的办事风格虽然跟皇帝不一样，却很令皇帝满意。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武帝从没有想过要置刘据于死地。但是人们似乎很容易忘了一件事情，人是会变的。武帝的第一任皇后是阿娇，即金屋藏娇的主人公陈阿娇。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联姻。
这是一次为了从哥哥刘荣那儿夺得太子之位的交易。因此武帝登基数年之后，面对毫无感情又屡次寻死觅活，并且还没生下个一男半女的阿娇及陈皇后，汉武帝的最终选择是将之废居长门宫。第二任皇后便是卫子夫了。当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的家里遇到她的时候，卫子夫年轻漂亮，歌声清丽，舞姿绝伦。尽管出身卑微，但是自信的汉武帝还是把她升为嫔妃。在一连生下3个女儿之后，元朔元年，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皇长子刘据。已经接近30岁的武帝异常激动兴奋，随即册立卫子夫为皇后，并在刘据7岁的时候正式册立为太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武帝对太子的态度都是很满意的，太子的地位是坚如磐石的。但是有些外部条件却在悄然地改变着。首先，聚集在太子周围的强势的军人势力集团接连遭遇重大打击，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先是如日中天的大司马霍去病突然去世，没几年帝国栋梁大将军卫青去世。聚集在卫霍周围的强势的军人诸如张骞、李广、公孙贺、李蔡、苏建、公孙傲等人，要么退出历史舞台，要么降低权势地位。紧接着元丰元年，汉武帝泰山封禅，又暗含着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已经走到尾声的潜台词。其次，卫子夫、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无论多么风光显赫一时，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外戚，归根到底他们的强势地位都是皇帝给的。那么既然你们卫家可以如日中天，别的家族就不可以吗？随着卫子夫的年老而色衰，汉武帝很自然地移情别人，他喜爱的女人变成了李姬，变成了王夫人、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那么喜爱的女人变了，带兵打仗的人变了吗？也变了。卫霍去世之后，朝堂上带兵的是什么人？是李广利，他是李夫人的哥哥。除了本领远不如卫青之外，在出身上他跟卫霍一样，都是皇帝喜爱的女人的亲戚，简言之都是外戚。最后卫青去世的时候，汉武帝50岁，此时虽然抵不上30-40岁的壮年，但说一句春秋鼎盛还是没问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体力到精力再到判断，全方位的下降，武帝还能那么清醒吗？他跟卫青说的那句太子必能安天下，他还记得住吗？人家韩愈怎么说的？人老了，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你怎么不快点死？到了巫蛊之祸前夕，皇后卫子夫已经几个月都见不到一次武帝，太子刘据想见一面也是难上加难。此时的母子俩面临同样紧张的局势，皇后能不能保住后位不好说，太子能不能保住东宫的位置也不好说。对太子刘据来说，左边一个燕王李旦，又是博学经书，又是招募游侠；右边一个广陵王李须，又是力能刚鼎，又是空手伯兄。最后还有一个刘弗陵，武帝直接说只有这孩子才像我，还给他的生母钩弋夫人住的地方改名为尧母门。尧舜禹汤那都是上古先贤，钩弋夫人都生出当代帝尧了，刘据能不担心吗？刘据能不早做打算吗？更为严重的是，武帝和太子在很多问题上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在英雄迟暮的汉武帝晚年，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年轻的时候，武帝对太子敦重好敬是很满意的，谁也没曾料想到，因为执政风格的不同，这10几年下来，朝堂上竟然慢慢形成了2个党派。一派是团结在太子周围的宽厚长者和儒生，另一派是牢牢站为皇帝的郡法大臣和酷吏。父子俩之间的裂痕随着武帝的年长和派系的分化渐渐掩盖不住了。汉武帝在看到这一景象之后很是不满意，而问题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巫蛊。整个西汉都非常盛行巫蛊，文帝景帝时代包括武帝早期都时有大案发生。操作方法正如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样，用桐木雕刻一个小人，代替自己的仇人埋入地下，寓意着给他发丧，咒诅他早点升天。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巫蛊之祸爆发前一年，首先发生了丞相公孙贺全家灭族的巫蛊大案。起因是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升挪用公款，丞相公孙贺本来想借助追捕江湖大侠朱安世来将功赎罪，没想到朱安世抓捕归案之后，为了打击报复，污蔑公孙敬升和公主私通，并说公孙敬升在甘泉宫的道路上埋了小人，诅咒皇帝。随即这一案件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办理，
公孙贺、公孙敬生父子死于狱中，公孙家族被族灭，受株连致死的有卫子夫生的朱翊公主、杨氏公主、卫青的儿子卫抗等人。汉武帝从给钩弋夫人改名为姚母，到说刘弗陵像我，刘据不像我，再到族灭卫青的老部下公孙家族，杀卫青儿子，再到直接杀有卫氏血脉的自己的女儿，一系列动向之下，刘据宛如惊弓之鸟。我们不好说武帝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奔着废掉太子去的，但是也应当意识到，这些举动的背后都是在敲打太子和卫氏集团。正在太子刘据惴惴不安的时候，酷吏江充加入到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开始推波助澜，一场牵连广泛、震动朝野、血流成河的大案就此爆发。江充本是赵国人，他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他自己跟着赵太子攀上了关系。后来他跟赵太子发生矛盾，随即跑到长安告发赵太子，致使赵太子死于狱中。武帝一看，哟呵，为了前途连自己的妹夫都卖，是个做脏手套的料，随即把他提拔为绣衣使者，专门打击京城里的权贵。江充六亲不认，严厉打击贵戚及其子弟，先是收没了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的车骑，又严办了太子的家臣，太子刘据求情也不好使，最后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杀了杨氏公主、朱翊公主、公孙贺父子。公孙贺巫蛊之案结束之后，有鉴于自己跟卫氏集团和太子的彻底对立，江充见武帝老态龙钟，病痛缠身，担忧武帝死之后太子登基会报复自己，随即决定拔水搅浑，想要借助公孙贺巫蛊案把太子拉下水。他进入甘泉宫面见武帝，绘声绘色地将武帝的病情归咎为宫里有人做巫蛊，巫蛊不除，陛下的病情不会好转。武帝此时已经久病缠身了，他很愤怒，但他也相信了江充的话，并随即命令江充全权处理宫廷巫蛊专项案件。江充也是没客气，本着一股狠劲儿，他找来了一个号称能通鬼神的胡人巫师，满世界的掘地砸墙，发掘人偶。就算没找到人偶，肉眼见到了所谓的鬼影子，就直接判定为有巫蛊之事。如果你不承认，江充也不废话，直接烧铁钳子刨落，烫到你招为止。在这种氛围之下，京城里官僚百姓人人自危，为求自保，大家纷纷告发别人进行了巫蛊之事。江充正愁事儿闹得不大，随即有一个抓一个，前后连坐，下狱死者高达上万人。面对日益扩大的案情，汉武帝自然是十分震惊，他已经分不清真假，或许也不愿意去分辨，他只觉得左右皆为蛊注，满眼都是乱臣贼子，满世界都是想加害他的人。江充窥透了武帝心思，就让那个胡人巫师弹劾骗武帝说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中不差。武帝对此深信不疑，命令江充专门对皇室成员及皇宫巫蛊事件进行严肃追查，要求严惩不贷，穷追猛打。不仅如此，为了彻底清除皇宫里的巫蛊势力，武帝又命令韩说、张干、苏文等人协助江充办理案件。江充在得到皇帝斗争扩大化的肯定之后，第一枪先打西夫人，发现皇帝没什么反应之后，随即放开手来整治皇后和太子。江充带人闯入皇后和太子的宫寝，掀开玉座，砸烂地基，把宫殿挖得横七竖八。但好巧不巧，江充还真的在太子的宫殿当中挖出了桐木小人和帛书。他得意地宣称，在太子宫殿里搜出的木人居多，帛书上面白纸黑字，大逆不道，应当上奏天子。面对气势汹汹的江充，太子刘据一想到皇后和自己派往甘泉宫的使者全部被武帝拒绝接见，他此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陷入到极度恐惧之中。太子刘据征求自己的老师太子少傅石德的意见，石德明白放任江充上奏，那必定是凶多吉少，铤而走险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建议太子以武力诛奸，进而夺位登基。他说，之前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卫抗都不曾有过巫蛊之事，但是江充挖到了就算有，有就得死。现在皇帝在甘泉宫，你和皇后既见不到，也不受信任，所以不要再寄希望于皇帝了。老实听话的下场就是扶苏。你忘了秦皇太子扶苏被赵高李斯仅用一杯毒酒就赐死的故事了吗？太子刘据当然知道老师的方案才是成功的希望，但孝文、孝景、孝武，我大汉皇帝历来忠孝，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走这条路。他说，我是人子，怎么能随便反叛呢？不如先谢罪，等到真相查明，就能恢复自由身了。太子的思考不是没有道理，
只可惜此时太子觐见武帝的途径却已全部被江充堵死，太子的这一时心软和犹豫就注定了自己的死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江充一次次向武帝报告太子反行已拒，不可救药。而面对这一形势，刘据知道眼下如果任凭江充胡来毫无作为，就只有死路一条。武力反抗或许能升大罗升天，太子的反扑开始了。征和2年7月初9，长安城内，刘据命人诈称是皇帝使者，带兵首先将江充逮捕。追捕的过程当中，协助办案的张继趁乱突围，逃到甘泉宫向武帝告变。太子这边，他将怒火全部集中于江充，亲自坐镇刑场，宣布罪状，监视斩首。临行前，他怒骂江充说：“赵鲁，你祸害自家国王父子还不够，还要祸乱我们父子吗？”随即一声令下，斩断江充的头颅，并且与此同时，又把协助江充制造巫蛊案的胡人巫师绑在上林苑当中，活活烧死。烧掉江充之后，一不做二不休，回兵攻入丞相府。丞相刘屈毛只身狼狈而逃，连印信都来不及带走。至于太子为什么会攻陷刘屈毛，几年之后武帝会告诉我们答案。而武帝这边，他听到消息之后大吃一惊，不过此时他还是有着基本的判断，说太子肯定是被江充逼急了，吓坏了，所以才铤而走险。你们把他召回到我面前，我要问话。结果使臣到了长安城下，根本不敢进去，围着城墙溜了一圈就回去了，回禀皇帝说太子已反。到这时为止，汉武帝已经坚信太子谋反，他给丞相刘屈毛下令讨伐太子，并且颁布诏书说，凡是抓不到任意反贼的都有重赏，并把行宫从甘泉宫迁到了长安城西的建章宫，就近亲自指挥对太子的军事行动，征调附近各县的军队，动员部署2000石以下的官员归丞相刘屈毛统辖，准备进攻。而太子也没闲着，他已经是而立之年，几十年来见惯了血腥斗争，对父亲的脾气更是清楚。现在他占据首都，只要控制禁军，就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刘据一面向京城内的百官发表宣言，宣称陛下因病而困居甘泉宫，有人挟持皇帝，想趁机作乱。紧接着将关在监狱的囚徒赦免，充实兵力，又派人持符节征服长安。此时汉武帝已经认定太子为不孝子孙，严令各地缉拿。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谁都不敢向盛怒的武帝陈明自己的观点。此时滨州胡关的三老令狐毛送来了言辞恳切的上书，其中说，当年江充冤杀赵太子，天下皆知，唯有陛下不闻。如今太子受不白之冤，他奋起反击，只为证明清白。满朝文武竟无一人体谅陛下，体谅太子，都是谗臣。希望陛下首先放下兵戈，不要让太子成为无家之人。三老的书信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理性思考，然而悔之晚矣。无论他采取什么措施，已经不能拯救太子及其家人的性命了。太子带着家人逃亡到河南的灵宝县，藏到一家清贫人家。为了生计，他让人把自己的一个富裕旧友叫过来，结果事情被发觉，遭到地方官吏的围捕。太子自知难逃一死，随即回屋上吊自尽。等到官兵来捉拿的时候，这户贫困的人家的户主并不知道太子已死，他为了保护大汉的太子，就像这么多天以来毫无怨言的辛辛苦苦编草鞋卖钱来供太子一家人吃喝一样。他毫无保留地冲入全副武装的官兵当中，扭打在一起。混乱中，此人被杀。刘据的2个孩子及汉武帝的2个皇孙也离奇被杀。不过究竟是误杀还是有人指使，已经不得而知了。而在此前，皇后卫子夫就已经被武帝逼令自杀，卫氏一门就此归于尘土。巫蛊之祸暂时落下帷幕，与兴风的惨烈搏战，有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有歌功颂德，有尽情享受，当然还有骨肉相残，也有垂暮之年的无奈与诀别。巫蛊之祸一案展露的帝王的阴暗心态，骨肉情怀的深刻，特别是忠贞之臣的胆识和坚拧之臣的嘴脸，让人深思，同时不寒而栗。不过真正的帝王心术却发生在立太子去世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汉武帝生命的尽头，他为冤屈的孩子做了什么。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武帝按照之前的承诺，对所有抓捕太子一党有功的人进行封赏。在此过程当中，有好些人都被封了侯，他们喜气洋洋，可皇帝却越来越衰老。太子自杀1年之后，
给高皇帝刘邦守陵的一个小办事员田千秋冒死上书，说有一个白胡子老人家让他为太子鸣冤。汉武帝心领神会地说，你给高皇帝守陵，白胡子老人家，那大约就是高皇帝给你托梦了吧。随即当场升任田千秋为大鸿胪。与此同时，汉武帝借机为太子翻案，下令将江充一家满门抄斩。协助办案的苏文挂在横桥上烧死，长安皇宫建思子宫，太子藏身的灵宝县建望思台，用以承认错误，为太子昭雪。又过了1年之后，刘屈毛和李广利插手接班人事宜，想要利用丞相加20将军的文武搭配，趁太子横死，运作昌邑王刘伯上位。结果被武帝发现之后，果断镇压。刘屈毛被腰斩，妻子被斩首。李广利叛逃匈奴后，经过运作被杀。昌邑王刘伯莫名其妙的去世，他的所有信息全部被删除。其实刘屈毛和李广利早就想挤掉刘据，换上昌邑王刘伯，而元太子刘据也早就清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太子杀掉江充之后，转过头来第一个进攻的就是丞相府。江充和刘屈毛在立太子这儿是一丘之貉，现在父亲武帝把太子的这2个仇人全部斩杀，元太子或许也能瞑目了吧。不过作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帝又怎么能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呢？又过2年之后，在行将就木的前夕，汉武帝把那些曾经追捕太子而获得军功的人全部清算。马通兄弟抓捕太子有功，封崇和侯。这一年他们试图谋逆，被后来的顾命大臣金密堤擒获，腰斩于市。大鸿胪商丘成攻击太子有功，封杜侯。这一年在祭祀文帝的时候大不敬，自杀。长安人景建攻击太子的时候，抓获太子少傅石德，封功德侯。这一年谋逆，被腰斩于市。山阳士兵张辅昌踹开太子藏身的小屋，有破门之功，封提侯。这一年被贼人所杀。而那个首先拿到太子遗体的人李寿，早在几年之前就因为李广利的事情被砍头。至此为止，江充一家、刘屈毛一家、李广利一家、皇子刘伯，再加马通、商丘成、景建等人，武帝为了给太子昭雪，并配合轮台罪己诏转变政策道路，已经基本上杀光了所有能带走的人。后续安排妥当，或许可以安心的闭眼了吧？不对，还有一个人，钩弋夫人。我大汉从立国就开始有外戚干政，高祖和惠帝的时候有吕太后，几乎杀光了高祖血脉。薄太后力保勋贵集团，文帝束手无策。窦太后把持2朝朝政，景帝和自己都曾经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更别提自己的生母王太后，扶持田汾，诛杀韩嫣，胁迫威刑，母子之间根本做不到同心同德。那接下来即位的刘弗陵，他才8岁，他抵得过自己的生母吗？或许不能吧。那么我再帮帮他好了。刘弗陵册立新太子的时候，汉武帝下令赐死刘弗陵生母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脱发去簪，长跪磕头，只求衰老的帝王饶自己一命。然而帝曰：快走吧，你活不了了。随后钩弋夫人死于云阳宫。Over